我的哥哥叫廖志白，他是一名在读的警校生，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的人。他聪明又善良，正义又勇敢，不仅擒拿侦查是1懂1的好手，连家务厨艺也都是信手拈来。哥，好香啊，能吃吗？来吧，试试。好吃吗？好吃。哇，这兔子真不错，但刚来的时候太瘦了，幸亏有你把它养得那么肥，要不然我们2口都分不了。你说这是什么？兔子啊。廖志白，我跟你拼了！哎，等一下！哎呀，你别追我，这个是土鸡啊，我逗你玩的。你不用骗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时常教导我，男子汉要有征服天地的勇气。子任，上！可乐都请你喝了，还不上？上！去。他也会告诉我，宽容豁达，敢做敢当。你看你又没拿住。呀，搞乜嘢啊你？係個衰仔啊，係咪你啊？唔係我，唔係你，就係唔係佢啊媽，係我啊！你打我啦，係我打碎噶！係你啊，衰仔啊！中跑！開車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吵吵闹闹，但是在我的心里，哥哥永远都是最棒的。真希望能快点长大，变成一个像他一样优秀的大人。怎么样，写得好吗？这不需要与你爬一屯塞边，放开那牛扑马影，扑马都看到飞鹰，飞鹰都看到山芋，你看到爬都看边，别看都看猪，所看都看到飞鹰，飞鹰你看都看山芋，山芋都缺阴，缺阴温平心脏，心泡腹卡。边边医生，以往你也帮我们处理过一些相关案件，关于廖思远的事儿，今天我也听听你的意见。是这样，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爆炸案当日，廖思远的确处于一个发病的状态，并且失去了自控和辨认能力。一般这种情况可以免于交通法的处罚，并由其家属和监护人进行一个后续的民事赔偿。但是这次他的情节比较严重，并且还伤了人。受伤的是我和他的一名同学，我不追究责任。另外一名受害者，我们也达成了和解。作为监护人，我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监督思远积极配合治疗，请领导放心。好，去叫法官办手续吧。边民医生，辛苦你了。应该的。恕我留下，其他人散会。这次爆炸案牵连太广，影响巨大。除了潜伏在不合适的毒品案，还牵扯出了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而这些也都和10年前永安村的那场大火有关。廖思远是相关人物，最好回避。你也盯着他点。是。但是，眼下更重要的是，对 H7首次大规模曝光，引起舆论热议，
网络上的声音太多，上头对这次案子非常重视，我们要尽快给公众一个交代。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全市的营业场所都扫了一遍，什么都没有找到。这次毒品礼盒明显是定向供应，根据犯罪现场的情况来看，他们是批量生产、长线交易。我们推测，刘海勋背后的老板那天也出现在那里，侦探情谊不合适。石华，这次案件重大，尽快发布通缉令，抓到幕后老板。好了，你可以出去了。这么少啊，警官，才罚这么一点点啊，他闯了这么大的祸呢，就要重重的罚他，要不然他下次不长记性哎。这罚的已经不少了，还不够。幸亏没有闹出人命来，就是闹出了人命，哼，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啊！您说说。是啊，多了。警官，你能不能让我进去看一眼我儿子？我们这儿都是有规定的，不是我们说了算。签个字。哎，警官，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出来啊？我都在这儿等一晚上了。妈。回家。你过来。站着。妈又来了。我就在里面睡了一晚，没必要。往后退。再退。一打灾，二打难，三打烦恼心放宽。衣服脱下。进。跨过去。这个就不用了吧？跨了火盆，一火两散，所有的妖魔鬼魅就都烟消云散，再也不会缠着你了。跨吧，跨，跨呀！是舍不得缠着你的小鬼儿，是他不让你跨。
不是说要保护他？你保护到哪里去了？保护到哪里去了？要不是你回来了，他怎么会受这个伤啊？你不知道心疼他吗？他流了这么多的血呀！好几次我们家思远都差点就死了呀！那命都没了。思远，快跑！思远，快跑！思远，你看到了吗？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你。我之所以会存在，那是因为我就是你。其实那一天你什么都看到了，只是因为太害怕，所以选择创造了我，忘记一切。记忆宫殿里那个打不开的抽屉，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真相，而是你不敢面对那个逃跑的你。我不是故意要逃跑的。我知道，你才10岁，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希望你逃，我希望你跑，最起码你有勇气能逃离这一切。如果你不跑的话，你就会跟我还有斑马一样，消失在这场大火里。我本来就应该和你们在一起，是我太懦弱了，甚至连昨晚，如果不是我执意要追那个人，姐也不会受伤。我还把责任推到你那儿。是我说的对，我一直不敢面对的是自己的懦弱和渺小。但是，这10年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在准备。思远，你一直都很努力。哪有人一天就能学会基本演绎法呢？哪有人一夜之间就能领悟心理画像？经历过这么多的案件，你把你的自责转化成勇气，把内疚变成了坚持。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棒的大人。所以，你已经不需要我的保护了。可以吗？面对或是逃避，从来都只是一个选择，没有对错。如果此刻的你
还是想选择转身离开的话，没关系的，我们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你还是你，而我也还是我，我会一直陪着你。不过已经10年了，思远，你确定你还要做一样的选择吗？小径的走廊，没有月光，没有弦指引方向，回忆滴在我的心口中央，安静里只剩下空荡。这10年，月心之上，还温热的香，再次被点亮。是谁的手操纵着，谁在旷野尽头灭去背后腐烂的谁的温柔？是谁的手操纵着，谁在旷野尽头灭去背后腐烂的谁的温柔？拨开尘埃，用灵魂去感受命运的锁链，早将我们今后陪伴你左右。若你不死我不休，那就一起去见证最后。荒山野岭的地方，大晚上的非要跑到这儿来？啊？妈，带你去唱歌跳舞喝酒跑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受的伤呢。妈，我最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思远，你也是吧？怪我呀？总要分开的。我最近总是想起我和志白以前的事情。以前我总觉得，分开的时间越长，回忆也就越淡。可是最近不知怎么了，变得越来越清楚。我才发现，原来2个人分开的时候不是最难过的，更痛苦的是，之后每一次回忆袭来的时候，也可能是2个人一起走过的街道，或者是他身上独有的香味。这些东西越来越多，无孔不入，最后就会变成足以将人凌迟致死的凶器。
好多好多话想跟他说啊。没关系，我们会再见面的。或许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呢。我要把这些年发生的所有事情，一点一点的讲给他听。让开，让开，让开！哎，停！右转！扶我拉！想什么呢？怎么样？还好吧？坦白说，我得谢谢你。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跟你道歉。之前一直对你有偏见，但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发现你身上有一股劲儿。哎，你还记得这个吗？每次看到这个牙印，我就想到那时候的你，想着这孩子这么小年纪就经历了这些事儿，以后该怎么办？人生会不会就这样毁掉了？我能为他做点什么？最后发现你很优秀，你自己救了你自己。还差一点。只有找到当年的真相，才算真的自己救了自己。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用我自己的方式查下去。唉，坦白说，这次的案子有点复杂，随着调查的深入，牵扯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我那边人手有点不够啊。找我帮忙？你局长不是让我避嫌吗？是。所以最近我一直在游说他，我说，我们就算不让你查，你也不会轻易放弃的。与其两头忙活，不如精诚合作。他怎么说？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也好，那天晚上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这两天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对。那辆车为什么会突然爆炸？那辆货车为什么会逼停后面那台车？车上是什么人？
还有照片上的第4个人。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这次可是立了保证的，你得听指挥，不然出了事都得我兜着。知道了。喂，知道了。我们抓了一个刘海迅的亲信，叫孟坤。前2天他受了重伤，一直在医院昏迷，不过现在他醒了，你去看看吧。走。那天，白涵跟勋哥约好了交易。勋哥的条件是让白涵把所有人都带过来。白涵同意了，但是白涵后来觉得，如果我们不这样诚信，一旦翻了脸，他连人带货都走不出果干上。后来就想出了分现场交易，人来货走，验货给钱。什么意思啊？我们这儿的规矩，搜个身。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贵客的？白涵，来都来了，相互尊重一下。行，给你这个面子。来吧。你们这专业水平也不行啊，找个地方进修一下吧。来。我人都到了，货是别该发的。地址？平罗大道和布查大道路口，我的人会在那儿接应。勋哥在屋里等你们。啊？刘海群人呢 ？I'm here， 白涵，我怕你再拿枪顶着我，所以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白涵，有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想问问你。你们为什么一直对付宋恩啊？关你屁事儿啊！说说嘛，我货都给你送出来了，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面儿都不敢露。谁跟你是自己人啊？少往自己脸上来贴金嘛！
surprise。白涵，对不住啊，你我无冤无仇，是铁心让我这么干的。日后你变成厉鬼，你可别来找我，去找他。你不是说不想再给铁心当狗了吗？我觉得当狗挺好的，虽然偶尔会挨打挨骂，但永远都不会挨饿。白涵，虽然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免费送给你一个秘密。当年那场大火，我也出了一点力。其实我也应该在你的猎杀名单里。刘怀君，你真该死！可惜你说了不算。白涵，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对付你们吗？不光是要讨好盖德，你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要追寻什么正义？我要给你们上一课，让你们知道什么是黑暗。别白忙活了，整个车间都是防弹级别的，你们跑不掉的。刘怀君，你会下地狱的。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吧。哎，给，还是你来吧。啊，杀人损阴德。哎，拿着。你的意思是，那晚果干厂炸了，是刘海迅为了杀白涵设的局，白涵死了。果干厂没有爆炸，我们在果干厂也没有找到白涵的尸体，他们根本就没进去，对吗？对，那2个新来的是白涵的眼线。救我！救我！原来他们在冷藏车里早就布置好了一间跟迅哥办公室一模一样的房间，然后让提前安插好的眼线拆了摄像头，装在了新布置的冷藏车里。那天我走了以后，他们就把其他人都打晕了。然后上了提前准备好的冷藏车，直接跟了上来。等一下，你刚刚说指使刘海迅杀白涵的人叫铁心，对，他是什么人？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个大人物，迅哥都得听他的。那和白涵在一起的另外一个男的是谁？个头跟我差不多高，双眼皮儿，鼻梁挺高的，说话广东口音，对，广东口音。队长，这是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掉进的是自己精心设计的陷阱。
想什么呢？我在想，刚才的监控视频里，那个胖的叫阿甘，瘦的叫阿泰，都是白涵的手下。另一个人是谁？一直戴着帽子，也看不清脸，不过跟白涵是一伙的，抓到白涵就能抓到他。怎么？你觉得是谁？不知道。怎么样？我想要全市7天内所有的监控，有多少要多少。全市？你打算在全市70万人里找一个人的踪迹？对。谁？坏了！说吧，你能怎么帮我？只要能处理掉他，让我干什么都行。你事儿抵事儿，你也帮我们一件事儿就行。是你。还没出来。
瞅啥呀？害怕了？我兴奋，着急抓他，2个小毛贼，我自己就收拾了，怕啥呀？那可不是小毛贼，1个月作案4起，盗窃珠宝金额高达90万，而且我猜测，他们手里有这个。你们兴奋到几点了？刚才是兴奋，现在是椰子水喝多了。我刚喝7个这个，你再忍忍，忍一时风平浪静，后面就全出来了。我再忍一下，我就出来了。上厕所啊！懒得上磨吗？这不是？出来，走。穿成这样受不了，真是。快，大概还没个啥事。会长，再不抓不到。行侠仗义，见义勇为，蹲点抓贼，替天行道啊！行啊，你们一个一个的当我们警察吃干饭呢。还有你，自作聪明，你是提供了线索，但又没有警方介入，能抓住偷珠宝的贼吗？雷东队长，我们一定会向您学习的。少拍马屁。来，拿着，把这和解书签了，把钱赔给人家，这事儿就算是结了。想破案是件好事儿，但是你们心太急了啊！做警察是一辈子的事业，不能靠一时兴起，更不能冲动行事，按捺不住内心对正义的冲动，往往会误入歧途。队长，追求正义难道就有错吗？目的是对的，但是方式错了。方式错了，目的就跟着错了。要作为一名合格的警察，没那么简单。你们还有的学呢。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哼，别以为我不知道，嘴上说好好学习，其实心里边啊不知道怎么骂我啊。嘿嘿，臭小子。好了，记住啊，千万不要让冲动毁了自己，更不能让生活磨平了棱角。是。好了，你们都是警校的新生，不打不相识啊！来握个手，就算和解了。你们的衣服怎么搞来的？网上买的，会链接吗？太假了，不需要，谢谢。好了，行了，少废话了，来握手。啊，不好吧？你手拿过来，握着手，过来。祝你们学业有成，4年之后，我还在这里等你们。好，好，好。
穿假货？那假货你也没有。我真的好假。要不再打一架？来啊！来，进我们的不打不相识。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大家都为什么想考警察呀？因为当警察，好找对象。你就是那一点出息。你再学我，行，喝酒。200白，我给你们加了个菜。螃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郎桑也是跟我们是同期新生哦。然后就是介绍一下阿甘、阿泰、苏太普，欢迎郎桑加入我们。来，我刚才没说完呢，到你了。我就不一样，我觉得做警察可以当英雄，可以为爱的人给他一份安全感。白涵，我今天中午看你这个一身上下都是名牌啊，家境这么富有，也想当警察呀？我当警察呢，就是因为廖志白，我就想跟着他，他干嘛我就干嘛，他去哪我就去哪。确实啊，像我探视人廖志白，大家肯定都很想跟着我一起去学破案，对吧？哎，那你探视人廖志白，你是为什么想当警察呢？我其实我从小就想要当一个警察。我感觉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力量一直在召唤我，会跟我说你一定要当警察。这确实也是我最有热情、比较擅长的事情。而且村里所有人都叫我天才探视员，开玩笑的。老桑，你为什么想当警察？我听你们说完，我特别的惭愧，我没想过当警察。因为我们家穷嘛，当警察最好的是他是个铁饭碗，而且1年4季的制服都发，我就不用再花钱了。别听他谦虚，他随便就考上了好吗？他超级厉害的。没有，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不当警察，那我就在学校门口我开个小卖铺，咱们警校这么多的人，肯定差不了。哎，呸！我们这还没入学呢，不说丧气话啊！不是那个意思，但你们也知道，入学1周后我们就打比武，我这条件，也是。来，谢谢你们啊！来，我也干了。不好意思，我经常不喝酒，对不起。说到底啊，咱们白天呢在街上又打又抢的，最后没受到处分，不是因为咱们是警校新生有特权，而是因为廖志白帮忙把案子破了，将功抵过了。对，我们一起敬廖志白。来，稍等，别以为就干个杯就能过去啊！这案子是我破了，叫我一声师傅。就别叫师傅了，叫爸，怎么样？不是你们叫爸，爸，叫不了，我炫一个来。Chuyện tôi một máy nói Ủa cười mời nè.
于阿婆被廖思远送到了养老院，我看了，只有门口有监控，正好方便我们以后探视。我下午去看过了，于阿婆的状态比我想象的好。你突然出现，不怕被提醒的人看见吗？在黑暗里藏了那么久，也该出来晒晒太阳了。哎，于阿婆被抓走了，人被带上了一辆救护车，车牌号是 B 日3218，车上2个人，其中一个左眼睛上面有一条刀疤，应该是铁心手下一个外号叫独耳的混混。二干，道上人我熟，我去打量打量。我跟他一块儿。这局没打完，回来继续啊。行。应该是你昨天下午被监控拍到了吧？哎，不能去啊！这根本就是个诱饵，为的就是吊咱们上钩。监控显示救护车已经停在这1个多小时了，怎么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不是铁心。那会是谁？一个很想见到我的人吧。哇，好久不见。你长高了呀。倒是你啊，一点都没变。你为什么不找我？10年了，我一直以为你死了，可你明明还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这10年你在哪儿？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
你饿吗？我好饿，请我吃碗面吧。真好吃。你不吃吗？这么浪费。我吃。怎么了？一直瞪着我。我不是不想找你，而是我不能。只有廖之白是一个死人，廖思远才能够在日光之下好好活着。我已经连累爸妈了，我不想把你也给害死。什么叫连累爸妈了？你知道，在我们村里，最开始制造 AH7的人是谁吗？是我们的父亲。不可能！我最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口中说的货，就是 AH7。村长，我初步设想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回来好好想想。啊，知道了，我再想想。那个，我今天，等一下。我今天来的主要的目的还是那批货，人家催了半个月了，再拖下去不合适。你也知道，最近查的比较勤，而且原料也被卡住了。让他们再等等吧。不是，你看啊，上次你跟我说是工艺的问题，现在你又跟我说是原材料的问题，我怎么觉得你是在故意拖延？我怎么会呢？放心吧，先回去。爸，你是在找这个吗？什么时候开始的？2年前。2年前，我得到了一个秘方，3000块，我就召集了一批人手，跟着我一起干。爸，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犯法的事情，你在制毒啊！除了爸以外，还有宋恩、泰树、米娜，他们都参与其中。而且果干工厂就是他们的制毒基地。每当一批货制造出来，就会有一个人叫铁心，把它贩售到布河。那天我发现这件事情，那个晚上，我跟爸吵了一架，吵得非常的凶。
我跟他说，你有1天晚上的时间，只要天一亮，我就会去报警。爸。哎，院子里把这儿的台阶和地面全都补好了。家里的事情我也都跟你妈交代了。等到我把厂子里的事情安顿好之后，我就去自首。其实不用那么着急啊。早晚的事儿嘛。啊，对了，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这件事情啊，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几个干的，你妈妈什么都不知道。我会带着他们去自首。我进去以后，思远还有你妈妈，就拜托你一个人来照顾了。你觉得他们会听你的吗？他们一定会听我话的。好，我这就去跟他们说。没想到，我们都太天真了。他们那些人根本没想过自首，而且他们很害怕，害怕爸去自首会连累到他们，所以他策划了一场大火，来去除掉所有的后患。我这伙房啊，绝了！儿子，别回来，快跑！可是火场里明明抬出来3具尸体。除了爸妈以外的那具尸体是铁心的手下，具体他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肯定买通了法医，让那具尸体成为了我。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因为我跟你一样，在起火的时候，我根本不在家。我在村子的河边，有一个人
向我开了一枪，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然后我掉到河里面去，失去了意识，是苏帕把我给救了回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的天灾，这是一场精心布局的谋杀。那你的毒检报告呢？既然火已经烧起来了，那必须要有一个放火的人吧？那除了我，还有谁比我更适合当这个角色呢？凶手在最一开始已经知道怎么样圆满去说这个故事，他们在我的水杯里投入了 AX7，然后立刻报警，给我进行尿检，那份毒检报告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证据链条非常的完善，犯罪动机非常的充分，于是廖知白吸毒致幻烧死全家的故事终于落下了帷幕，完美，天衣无缝。在成为了死人之后，我躲了一段时间，直到我打听到了白涵的消息。他买下了我们曾经聚会的饭店，并在暗地里继续调查。谁？